女同学们说的话就带着点拆散的味道。蓝若若的家庭背景足够他们羡慕的了。以前同班3年，有些甚至和蓝若若住同一个宿舍，看蓝若若的生活和他们没什么两样。谁想到蓝若若竟然是阳城蓝家的大小姐，家里有钱的很，人家家里那么有钱，依旧那么努力。在座的人都还记得蓝若若在学校里是最认真学习的同学，成绩一直都是年级排1，学校领导。老师们对蓝若若非常重视，后来高考蓝若若也没有让学校失望，考出了非常好的成绩，轻轻松松就被985大学录取了。撇开蓝若若的出身背景不说，仅是她的学习成绩就足够让大家羡慕嫉妒恨的了。他们以前拍马追赶都追不上蓝若若，很多同学那时候还会补课，蓝若若却是从来没有补过课的人，只能说蓝若若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吧。毕业后，她还是从蓝氏集团的基层员工做起，凭着能力一步步爬到如今的副总裁一职。她是让大家心服口服的存在，并非凭着蓝家大小姐的身份强行当副总裁的。班长看看蓝若若的神色，想了想后，才开口说道：“若若，你也别怪同学们嘴多，大家也是担心你会被算计了。战总城府是深，我留意到他对你的体贴关心，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，看不出来是装的。但是你们俩针锋相对了这么多年，他忽然就对你好，说喜欢你，公开追求你，让人不得不去怀疑他是对你实施美男计。我还听说过你某次参加宴会，战维赶走了你的男伴呢。他们杨泰是不是出问题了？还是你们蓝氏集团真的要收购杨泰？他不想被收购，所以对你实施美男计，让你爱上他，就舍不得收购杨泰了。”蓝若若听着大家的一句句所谓的善意提醒，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好歹也混了那么多年的商界，见过不少大风浪，识人的眼力还是有的。战维若是想对我用美男计，几年前就用了，用不着等到现在。以前的杨泰还处于劣势，想收购他更容易一点，他都没有低过头。如今杨泰渐渐强大，我们蓝氏若是收购他，需要花费不少的财力，所以目前我们蓝氏没有收购杨泰的打算，也收购不了。战维不会让蓝氏集团收购杨泰的，除非他将杨泰的股份悉数转卖出去，杨泰与他再无瓜葛，那他们就会收购杨泰。只要有战维在，他们都收购不了杨泰。同学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放心吧。战维不是那样的人，他这个人光明磊落，针对我的时候是真的针对，爱我的时候也是真的爱我。他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我都能感受得到。你们也不用说他城府深，你们都是过来人了，比我更能看得出来他的感情是真是假。众人愣一下，随即笑着附和了蓝若若的意思。班长赶紧错开话题，不再在战维这个话题上说下去。等战维从洗手间里出来，蓝若若没有再待下去，跟同学们说她还有事得走了。今晚大家在阳城大酒店的消费她都请了，大家都不敢挽留，起身相送。班长的丈夫厚着脸皮向战维索要名片，战维没有拒绝，给了对方一张名片。要到他的名片又能如何？想进入杨泰也是需要考核的，考核不合格就进不了。战维是从战氏集团出来的，战氏集团里面的普通职员，放在小公司里都是精英般的存在。他深知人才的重要，等他在杨泰有了一言堂这样的权利后，他跟人事部的经理说了，哪怕是普通职员都要严格考核，别想进来混日子。进来了，考核不过，试用期不过关，一样待不下去。从酒店出来，蓝若若的脸就拉了下来，她闷闷地上车。战维上车后不着急开车，而是倾过身去，俊脸凑到她的面前，黑眸灼灼地锁着她的俏脸。怎么了？我上洗手间时，他们都对你说了什么？还是向你提出了过分的请求？
蓝若若看着他近在咫尺的俊脸，忍不住抬手摸了摸他的脸。战维，你长得真好看。战维轻笑，你也很好看。在我眼里，你是天底下最美的女子。你这话太抬举我了，我是见过你堂嫂的。不说谁了，就是你堂嫂那样的颜值都打败99.9%的人了。我几斤几两是清楚的。她是有几分的姿色，但说第一美人，这样的高帽子她就不敢戴了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最美的，我还怕我丑，配不上你呢。蓝若若扑哧的笑，你要是丑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帅哥了。被你这样一逗，我心情好很多了。他们说你对我时时美难计，怀疑你对我不是真心的。说什么我蓝氏要收购你们杨泰，你不想公司被收购，就对我用美难计。战维忍不住俯下头去，在他的脸上轻轻地亲了一下。蓝若若没有推开他，在他亲他脸上的时候，他还闭了闭眼，很享受的样子。若若，我若是想对你用美难计，早几年就用了，不会等到现在。况且你们蓝氏也没有收购我杨泰啊，别人不知道咱俩的真实情况，胡乱猜测，胡说八道，你听听就好，别放在心上，为那些话本影响心情，就更不值得了。他温柔地摸了摸蓝若若的脸，我战维不屑于用美难计，真和你斗下去，我也不见得会输。我爱一个人，就是真的爱，绝不会虚情假意。我敢玩弄女孩子的感情呀，不用你收拾我，我奶奶知道了，第一个就收拾我，我父母也会收拾我，然后我的那些兄嫂呀，都不会放过我。蓝若若听得好笑，这么厉害呀？你真的玩弄女孩子的感情，岂不就成了全家的公敌？是的，我敢那样做，就成了全家的公敌。若若，相信我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咱俩是斗了几年，但喜欢你也是真的。又没有人说死对头不能成为情侣。蓝若若说道，战维，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我还是了解你的，也相信你，不用管他们说什么，我觉得他们就是嫉妒咱俩。女的嫉妒我出身好，快30岁的大龄剩女了，还能找到你这种事业有成又俊美的男人，男人则嫉妒你一个外来的打工者竟然能得到我的赏识。战维说道，他们本来就是闲妒，我当然不会在乎他们说什么，就是怕你会在乎。我平时和他们都不怎么来往，哪里会在乎他们说什么。战维放下心来，他就知道他上洗手间的时候，那些人会胡说八道，还好蓝若若不会听他们的话。我明天要出差，咱们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。战维送他回家，他计划跟着他去望城，也要早点回家休息，收拾一下，再将公司的事安排一下给长啸。长啸知道战维居然要陪着蓝若若去望城出差，短期内需要他打理公司，那个后悔啊，后悔不？该回公司吃瓜，结果将自己悠闲的生活都搭进去了。隔天，战维就陪着蓝若若飞往望城出差去了。与此同时的蓝太太夫妻俩冒昧前往悠悠山庄，想拜访一下战老夫人。山庄大门口的值班保安听说是从阳城过来的贵客，哪怕不知道是他们未来七少奶奶的父母，也不敢怠慢，对蓝太太说道，你们请稍等片刻，我打电话给管家，让管家告诉老夫人一声。蓝太太说道，好的。他们冒昧过来，也不知道老夫人愿不愿意见他们。保安打电话后，蓝太太轻声对身边的丈夫说道，也不知道战老夫人愿不愿意见咱们，毕竟女儿和战维还没有成为一对儿，他们就冒昧来访。夫妻俩奉老爷子之命，打着来管城旅游的旗号，其实是过来打听战维的原生家庭。刚过来就知道战维原来是管城首富战家的七少爷，战家没有真正的分家，兄弟叔侄关系和睦，堂兄弟之间都比很多亲兄弟都要亲近，所以他们还是一起排序的。战维就排行老七，战维22岁之后，就有老太太亲自带着参加上流社会的各种商业活动，
算是正式进入商界。之后在战氏集团的分公司以及总部都干过一段时间，累积了工作经验后，前几年就突然卸下所有职位，离开了管城，前往阳城找工作。他像普通的打工者一样找工作，没有人将他和千亿豪门的少爷联系到一块儿去，顶多就是惊讶于他的好修养及颜值高。就是兰家也没有打听过他的原生家庭，只知道这个男人有能力，短短几年就让杨泰挤进了阳城的大公司行列。战维也凭着占杨泰一半的股份，一下子就成了阳城商界的新贵，有钱有地位也有颜值。由于他未婚又没有女朋友，盯着他的人不少，不少与杨泰有过合作关系的女总喜欢他，但他都婉拒了别人的感情。如果战维的堂嫂没有带娃去阳城旅游，兰若若和战维的关系转变没那么快的，两个人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心呢。转变的也真的很快，兰太太夫妻俩以及公公都是欣赏战维的，女儿对战维有感情，他们就要了解一下战维的原生家庭了。没想到战维是战家的七少爷，来了管城，他们才知道战家既低调又显赫，而战家的家风极好，更是出了名的。不知道多少女孩子想嫁入战家呢？不是图战家的儿郎俊美，而是图战家的好家风。长辈思想开明，不会过多的干涉儿女的事。多方面了解过战家后，兰太太就跟丈夫商量一下，前来游游山庄拜访一下战家的传奇老夫人。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，他们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。真正接触一下战家的人，就知道外面的传言是真是假了。关系到女儿下半生的幸福，他们可不能大意，所以就冒昧来访。保安打了电话给管家后，管家连忙将这件事告诉了老太太。本打算下山散步的老太太，当即就打消了要下山的念头，吩咐着管家赶紧通知保安，请兰先生和兰太太进来。管家得到了答复，打电话给值班保安，保安立即打开了山庄的大门，让兰先生可以开车入内。他们来了管城旅游，就租了一辆车代步。夫妻俩每天开着车子游走在管城的各大景区。管城的各大景区在兰太太看来，那是不如他们阳城的名胜古迹，很多都是真的，是从古时候留下来的。而管城的景区很多都是人工打造的，但是管城的游客还是很多。不仅是管城，就是整个省的旅游业都很好，听说是旅游收入最高的一个省了。兰先生开着车进了山庄，一名保安骑上电瓶车过去，对他说道：“兰先生，你开车跟着我，我带你们去中心主屋，老夫人现在中心主屋里等着了。你们今天还算幸运，老夫人没有出门，要是出了门，你们就扑了个空。老夫人一把年纪了，还是在家里待不住呀。以前还能到处跑，现在被大少爷管得死死的，就只能在山庄里或者山脚下闲逛。山庄足够大，有时候老夫人在山庄里闲逛，大家想找她老人家也挺难的，不知道她老人家躲到哪里去。偏偏她老人家很多时候不喜欢带手机，她总是说在自己家里带不带手机都无所谓，大家有事找她可以用山庄的广播叫喊她，广播一开，整个山庄内都能听到的。她听到了，想回来自会回来，不回来那就是她不想管那事。兰先生有点诧异的道：“老夫人那么大年纪了，还经常出门吗？”老夫人几乎每天都要到山脚下去找人聊天的，一般都要聊上半天才会回来，这2天没怎么出门。那是因为几位少爷少奶奶都带着小少爷们回来了，山庄里热闹，老夫人才没有出门。兰先生说道：“老夫人身体硬朗呀。”老夫人身体是很好，比同龄老人好太多了，要不是大少爷管着了，老夫人估计还会到处跑呢。那名保安说完后，示意兰先生开车跟着他走。